击杀手正带着女儿逛街，女儿突然就被混混撞了一下。Jesus, man, why don't you watch where you're going, eh? What was that? You heard what I said. What? You want to start some shit? And what's your language too, eh? Oh, piss off, fuckwit. 尽管老雷怒火中烧，但考虑到女儿就在旁边，面对混混的恶语相向，他选择了隐忍。本以为这件事就此翻篇了，可没想到过了不久，他又碰见了那两个混混。于是他先把女儿安置到车里，然后不紧不慢地朝着混混走去。You right, old man? 老雷抬腿就踢中了关键部位，可他刚想继续动手，另一个混混撒腿就跑，那速度快得惊人。 Run, you little shit. 眼看围观群众准备报警，老雷却丝毫不慌，因为对他而言，取人性命如同碾死虫子般轻松，上门讨债更是他的日常工作。老雷站在一旁默不作声，因为他清楚小弟的这套说辞对付一个老油条债主根本不管。 Look, I got it now. Get your wallet. 老赖还误以为对方只是想要点利息，于是立刻就把钱包掏了出来。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老雷竟从钱包里抽出了一张全家福照片，紧接着就记下了他家的地址，表示要登门拜访他的家人。Look, I'll get you your money, okay? I want to do the right thing. I've got the money. Yeah? I just have to go get it, okay? Okay. Right. 老雷的这番话直接让新来的小弟成功收回了第一笔欠款。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公子探影的电影频道。我们今天讲《中间人先生》第1期。然而还没等他们庆祝多久，老雷的铁哥们加斯却忽然找上门来。对方一开口就说自己摊上大麻烦，需要帮忙，催促他赶紧跟自己回趟家。然而让老雷意想不到的是，加斯这家伙原来是在家里偷藏不雅光碟，被妻子撞见，把老雷叫来就是专门让他背黑锅的。This is disgusting, Ray. Why you like this? I don't know. You like to piss on women? This why your wife get divorced. 老雷虽然眼神里写满了无语，但为了兄弟情谊，他也只能默默接受，把光碟拿了回来。可不曾想离开时，却还碰到了加斯的小舅哥。The pee guy? Yeah, yeah. No, it's right. Come on. 眼见又被对方羞辱了一顿，老雷气得直接将光碟丢进了外面的垃圾桶内。然而没想到自己前脚才刚走，加斯这家伙竟死性不改，又把刚丢进垃圾桶的光碟给拿了出来。看来有些奇怪的癖好，想戒掉还是没那么容易。等到了第二天，老雷突然气冲冲地来到了医院，他推开房门，赫然发现昨晚还和自己诉苦的加斯，这回竟不知为何浑身重伤地躺在了病床上。小舅哥告诉老雷，昨晚他们在家中与朋友交易枪支，可不知为何一群混混突然闯了进来，他们拉起加斯就是一顿暴打。若不是自己及时出手相助，加斯怕是已经躺进了棺材。老雷听完，立刻抓住了小舅子的手臂，却发现对方手上根本没有搏斗的伤痕。他瞬间意识到小舅子在说谎，于是当天晚上，老雷便偷偷潜入了对方家中。只见他毫不迟疑，上去就给了小舅子一脚踹在胸口，紧接着又是2拳砸向他的脸。Sir? Huh? That's what your hand should look like. 随后，老雷扒掉小舅子的裤子，拿刀抵在他的命根子上进行威胁，这才逼问出了殴打自己兄弟的真凶。他此刻正得意洋洋地在家里寻欢作乐。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out there. Something out there, baby. Can you check? 为了消除小情人的疑虑，男人只好极不情愿地走到窗边查看。然而下一秒，毫无防备的男人直接被摔得头破血流，不知所措的小情人也被吓得呆若木鸡。然而这还没完，半小时之后，城外的一间酒吧里，这个喝醉的街溜子只是去了趟厕所，却在洗手时突然发现，虽然厕所里传来了巨大的响声，但无奈外面的低音炮声音更响。在做完这一切之后，男人径直来到了市中心的3甲医院。他将一个玩偶抱枕放在床头，随后整个人瘫坐在了病人床前。原来刚才那2个被他暴揍的男人，正是导致自己兄弟半身不遂躺在床上的罪魁祸首。 What'd you do to him? I live. I fucking owe you one. I'll add it to the list. 然而让老雷意想不到的是，当晚自己的老板弗雷迪突然火急火燎地找上门来，因为那2个被他教训了一顿的混混，正是黑帮头目达芙洛斯的马仔。弗雷迪用近乎恳求的态度，希望老雷能够坐下来跟达芙洛斯好好谈谈，赔个不是。虽说是对方先出的手，但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老雷还是主动跟老板弗雷迪一同登门拜访了达芙洛斯。可没料到，刚一碰面，达芙洛斯便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You can't go around bashing my guys. But your guys can go around bashing my friends, can they?
眼看两人又要起冲突，弗雷迪赶紧站出来打圆场，让双方握手言和，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此时的他哪里知道，这两人的仇已经彻底结下了。几天后，重伤出院的加斯以圣诞惊喜为名，拉着老雷来到了一处荒无人烟的郊外。只见他让好兄弟闭上眼睛，随后将一把珍藏多年的帕切特冲锋枪摆在他面前。Dude, fuck. Hey? Fuck off. Hey, you like surprises now? Hey? 紧接着，加斯又搬出2个大西瓜，让舍不得花钱买好枪的老雷痛痛快快地试了一把自己的新装备。Merry fucking Christmas. 然而此刻的老雷怎么也料不到，今晚就将是这把利器的首次开光之时。起初他只是想起夜上个厕所，却忽然发现自家门外好像有些异常。他拿出夜视仪，透过窗户观察，这才发现一帮人正目光如炬地盯着自家的大门。察觉到危险的老雷连忙来到车库，不慌不忙地开上他的破车，朝着郊外开去。他瞥了一眼后视镜，果不其然，那辆面包车也跟在了他后面，而且似乎不止一辆车在尾随他。老雷知道这帮人必定是达弗洛斯派来取他性命的，于是他直接一咬牙，把车停在了郊外某处废弃厂房外。只见他不紧不慢地下了车，端起冲锋枪，随后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他小心谨慎地检查起面包车，确认车里所有杀手都被自己干掉后，他又把目光转向了后面的那辆轿车，同样还是深深吸了一口气。真正的厮杀就是如此，没有那么多铺垫和花样，生死往往只在转瞬之间，当机立断才是关键所在。虽然老雷料到发生这种事，达弗洛斯肯定不会就此罢休，但他料不到的是，此时才刚从医院复查回家的好兄弟加斯，却在看电影的时候出现了意外。Vasily, what the fuck? We're safe. We're safe. He's safe? Is it safe? Yes. 没想到加斯的小舅子竟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发狂，居然要持枪抢劫他。如今加斯伤势未愈，面对小舅子的威逼，他只好乖乖去开保险箱。只是在下楼的时候，他借助拐角的遮挡，悄悄编辑了一条求救信息，发给了正在陪女友逛街的老雷。来到地下室后，加斯搬开一块木板，很快里面的保险柜就显露出来。Open it. I don't know the combination. What? I'll write it down somewhere. 为了尽可能的拖延时间，加斯谎称密码放在了楼上。本就没什么头脑的小舅哥只好押着加斯一起回到了1楼。可经过一番假模假样的寻找后，加斯又表示密码可能被自己老婆给带在了身上。听闻此话，小舅哥也没有办法，只好用真理逼迫加斯去动脑子破解。然而没想到，整整过去了10分钟，加斯也没有将保险柜成功打开，这让一旁急不可耐的小舅哥发起了火。他倒数10个数，如果加斯还打不开，他就开枪。5, 4, 3, 2. Bingo. 眼看保险柜被打开，开心的小舅哥当即便让加斯从衣柜中拿出了一个大包，随后指挥对方将所有东西都装进里面，并且这还没完，自认为成功的他还假模假样地告诉加斯 Well, brother, I'll rough with you, but I need money, so no bad feeling. 然而不曾想，就当小舅哥拎包准备离开之时， What fuck? 眼见小舅哥摔倒，加斯当机立断地抢走了对方手上的真理。原来是老雷在上面埋伏了小舅哥一手。 Shoot the prick, will you? What the? What's your problem? Well, he's your fucking brother-in-law. Yeah, I know. That's why I don't want to do it. No. 眼见老雷心不甘情不愿，加斯干脆自己动手毙掉了地上的这个混账。接着两人拿出一块大布，再将尸体拖到车库门口后，老雷当即便准备出门将车开到此处。可不料就在车库被打开的一瞬间， Oh, fuck, that's home. 加斯无奈，只能先让老雷留在下面，自己则赶紧回到楼上去应付老婆。他从厨房中抽出一把菜刀，随后便向老婆解释家里的玻璃都被恶鸟给撞坏了，自己正在努力与他们搏斗。虽然老婆一脸懵逼，但她也没有怀疑加斯的理由，于是扭头便准备先去洗个澡。加斯见状，赶紧冲回车库，直接将刚才的那把菜刀递给了老雷。 Chop him up. Fuck off. Why not? 老雷虽说万般无奈，但为了兄弟的幸福，他们俩还是将小舅哥给抬到了桌上。随后加斯便先行离开，去缠住老婆，让老雷独自一人在车库进行分尸行动。然而没想到下一秒， Vasya? Vasya? Помоги мне! Он пытается убить меня! What the fuck goes on?
Your fucking brother tried to rob us. Vasya! Yeah, he held a gun to my head. He said, empty the safe downstairs or he was gonna kill me. If Ray hadn't have come over, he would have fucking shot me, you know that? Это правда! Нет! Я пришел попросить деньги, но он пытался убить меня! Fuck you, Gary! Fuck you! Get out of here! Get out of here! Get out! 加斯实在没想到小舅哥竟能这么不要脸，可更令人费解的是，这家伙脑袋中了一枪，居然还活着。What the fuck happened? Fuck you, Gary! Wasn't dead. Oh, thanks, Captain Obvious. Bullet must have ricocheted off his skull. You couldn't tell when you were cutting him? Well, you didn't fucking recognise him breathing, did you? Where you going? Fucking going on. 然而这还没结束，晚上心情不怎么愉悦的加斯拉起了老雷和他的新伙计，准备一起前往教堂外去抢劫一批毒贩的现金。可不曾想，就在几人准备出发之前，新来的伙计却借着买零食为由，要先出去一趟。起初几人并未在意，但这家伙出门后居然径直地走向了电话亭，随后直接拨通了当地的报警电话。So, Jack or a dog? Jack. How'd you know? I didn't. I just wanted to make sure you got soy sauce with the dimmies.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老雷和加斯却并未为难这名警察，他们只是将其丢在了郊外，随后便瞪大眼睛目送对方离开，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真的杀害了警察，那两人的下半辈子都只能在通缉令下苟活。然而不曾想到了第二天，老雷只是刚从自己工作的酒吧中离开，却突然被黑老大达弗洛斯的手下给拦截。Get over. 对方以手上的真理做威胁，不仅将男人的双手给铐在了一起，甚至还拿走了他兜里那早已过时了的小灵通。起初老雷只以为对方是为钱而来，但他却突然察觉到后座上的那名傻愣似乎正是自己的仇家黑帮老大达弗洛斯的手下，于是为了保命，他开始试探对方。 How much would it take for you to let me go, you reckon? How much more? $162,000. Fuck off. Fair enough. And where is it then? Other side of the Blue Mountains, then. 听闻此话后，两名劫匪当即便下车开始商议。毕竟16万美刀可不是一笔小数字，他们一致决定先拿到钱，随后再反悔，将老雷送去达弗洛斯那里即可。看着车外满脸奸笑的劫匪，老雷知道自己的招数已经奏效，于是他不做犹豫，立马指路，带领劫匪们来到了后山外的院子当中。只见他一脚踹开废弃衣柜的隔门，将一块有着层层金属防护的保险柜交给了对方。 So what's going on, right? Don't know. What do you mean you don't know? 老雷表示自己忘记了密码，让劫匪们去五金行买一台氧气乙炔切割器，再稍微多花点时间将其切开即可。此时，自认为钱已到手的劫匪哪里顾得上那么多，直接将老雷先给锁进了后备箱中，随后马不停蹄地赶往了五金店门口。下车时，老大叮嘱不太聪明的老二待在车上以防意外，随后便独自一人走进了五金店。然而没想到，此时老二的精神源泉却断了货，自认为没什么事的他，依然决定下车去买上一包。可不料，就在此时，街对面却突然出现了两名偷车贼。在看到这辆汽车连副驾门窗都没上锁后，两人不做犹豫，直接手动打火，神出鬼没地开上老雷的汽车，渐渐远去。此时，商店里的老大已经斥重金买好了一台氧气乙炔切割器。然而，就当他刚出门时，却突然发现 Where's the car, Dave? 有这样的老弟，何愁大事不成呢？无奈老大只好再次回到五金店，又斥重金买下了一把高质量的钢尺。他们瞅准了拐角处一台红色的轿车，利用钢尺3、2下便成功打开了车门。和上一对偷车贼一样的打火方式，两人立马开车沿着城镇开始寻找老雷的踪迹。此时，刚才的那两名偷车贼突然发现后座上居然有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保险柜，并且驾驶位上还有一台早已过时的小灵通。他们认为自己这趟一定赚大发了，于是毫不犹豫将车开到了长期合作的二手车行。在拿走刚才发现的那台保险柜后，老板便径直地将车给开进了店内的车库中。然而，就当他准备仔细检查一番时，却突然发现后备箱中似乎发出了些奇怪的声音。Who the fuck are you? 看到这一幕的老板顿时被吓尿了裤子，他以为那两名偷车贼是准备杀人嫁祸给他，于是为了防止自己受到牵连，老板毫不犹豫将车给开到了郊外荒无人烟的森林中，最后直接弃车逃离了此地。然而殊不知，才刚过半晌，老雷便在一次次猛烈的敲击下成功打开了后备箱。他警惕地环视了一圈，却惊恐地发现周围居然空无一人。恼火的他直接一把扯开了手上的扎带，随后开上汽车，准备先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此时，那两名偷车贼因为能力有限，准备返回车行，让老板帮自己开一下保险柜。然而不曾想，老板竟直接大发雷霆。
Some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Tell me about the bloke in the boot. What? There was a bloke in the boot of the Subi. Fuck. Yeah, fuck. 原本气愤无比的老板，在看到两人手上的保险柜后，立马便收回了刚才那凶恶的眼神。只见他径直地走向了自己的工作台，准备用切割器对保险柜进行一番破坏。可好巧不巧，老雷此时也找到了这里。在看到来者就是后备箱中的那位光头后，老板的眼神瞬间便清澈了起来。两名偷车的小毛贼同样也意识到了情况不对，立马对着老雷就摆起了战斗的姿态。但显然他们还不够老雷热身，无奈几人只好将所有偷来的东西尽数归还。随后眼睁睁地看着老雷返回汽车。然而不曾想，和之前一样，老雷才刚坐上车，便突然发现 Ray? Oh, fuck. Did you miss me? Would you be upset if I said no? Yeah, a little bit. 没想到这两名劫匪竟又找到了自己。这次他们不仅光明正大地收走了保险柜，甚至还毫不犹豫将老雷给带到了达弗洛斯的面前。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老二竟因老大一直羞辱自己而怀恨在心，不仅将保险柜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达弗洛斯，并且还把所有东西都带到了他的面前，直接当面开始拆封保险柜。此时达弗洛斯为了羞辱老雷，拿出真理来威胁他给自己挖个大坑。可没曾想，老雷居然边挖边看着他们，似乎一切都在自己的计划中一般。只见老二一把打开刚切开的保险柜，原来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美刀，有的只是一颗引线粘在盖子上的破片手雷，而全场只有老雷事先有所准备。站起身的他不做犹豫，直接一枪干掉了还在苟延残喘的达弗洛斯。见此情形，抓他的老大想要求饶，可没曾想老雷压根没想杀他。他看得出来这人是个有能力的家伙，或许未来还有用得到对方的地方。于是老雷走到达弗洛斯手下的身边，将对方的奔驰车钥匙拿出，递给了老大。老雷知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时候曾经害过自己的敌人，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自己最为坚实的后盾。Are you, Raymond? Forget it. No, I'm not going to forget it.